快看快看，这是林木那个没有灵根的废物。听说他觉醒测试的时候，灵根检测出一点反应都没有，万年难遇的零资质。就他还敢来参加大比，嫌不够丢人吗？你看他那只灵鼠，还没我拳头大，我一脚就能踩死。别怕，铃木，你现在认输还来得及。我这头岩甲狼是正宗稀有品质，爪下无情。要是把你的老鼠踩死了，可别怪我没提醒你。你高看他了，他的老鼠不用踩，估计岩甲狼吼一嗓子就吓死了。小辉，相信我。肃静！一方认输或灵物失去战力即判负。比试开始。没被拍中，看到没？这就是灵鼠回洞。它除了跑还会干什么？大家看好。认输吧。3、2。师兄。灰毛鼠普通品质，可进化路径灵调、灵猛、灵豹、灵虎、笑月天狼。当前可用灵能值50，是否确认进化？这些灵物没救了。你林木没有灵根，一辈子都是废物。进化，目标灵猛，灵能值-30，当前圣域20。灰毛鼠灵墨进化开始。这是什么？我没看错吧？那是灵猫，稀有品质的灵猫，不可能！它刚才明明是只老鼠，当场进化，这怎么可能？灵物进化数年培养，怎么可能是瞬间？作弊！一定是作弊！小辉，让他看看。韩师兄，刚才是谁说我的伙伴是废物？是谁说他会被一嗓子吓死？裁判长老，这场比试，我宣布，本场比试林木胜，寒风岩甲狼失去战力，林木晋级下一轮。走吧，回园子去。我说过，这个园子里的每一个伙伴，我都不会放弃。小心。以后你就负责看着这些没用的东西，别让他们跑出去丢人现眼。那天，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完了，这辈子可能真的完了。再试一次，第3次。抱歉，这个孩子没有灵根、灵资质，无法契约任何灵物。那是我第一次看见父亲哭。废物还在脑子里，还没走啊！脸皮真厚，废物只配在废物堆里待着。铃木哥哥，你今天怎么起这么早？大比，大比，结果怎么样？赢了吗？赢了吗？咦，这是小辉？不可能，小辉哪有这么大？
小辉，真的是小辉，它怎么变这么大？而且这个毛色我在爷爷的图鉴上见过，这是灵毛，稀有品质的灵毛。铃木哥哥，你怎么做到的？小魔，你知道为什么灵兽园会变成这个样子吗？因为万灵宗的人只信灵根，他们觉得有好的灵根才能契约好的灵物，没有灵根就是废物。废物只配和废物在一起。可他们不明白，灵物不是工具，他们是活生生的命。你用心对它，它就会用心回报你。万灵图鉴系统已激活，检测到宿主接触灵物灰毛鼠，普通品质是否记录图鉴，可进化路径：灵雕、灵猛、灵豹、灵虎。当前灵能值0。抓山鼠、追野兔、爬树、游泳，灵能值+1+1+1，50点。铃木哥哥，你在想什么？没什么。阿里，你爷爷留下来的那本图鉴笔记还在吗？次郎最早遇到了。小莫，我这一辈子最遗憾的事，就是没能看到这个园子重新兴旺起来。但是现在你来了，答应我，照顾好他们。我答应你，不要放弃任何一只。从今天起，这个园子里的每一个伙伴，我都不会放弃。我向灵老发誓。呀！灵雀每年换毛2次。大灵物灰毛雀严重营养不良，羽毛大面积脱落。以后你就叫小灰羽吧。黄鸠到灵植，能，我说过，园子里的每一个伙伴，我都不会放弃。好了好了，以后你叫老黄。铃木哥哥，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学了什么仙术？没有。那你怎么能把老黄的腿治好？他的腿断了3年了，爷爷在世的时候试过所有办法都没治好。当前灵能值7。刚才给老黄止血花了8天、7天，连给下一只灵物做最基础的进化都不够。阿离，你在园子里看着，我带小灰去后山训练。哦，好。难道爷爷说的对？只要用心对待，灵物真的会有回报。我不急，反正我什么都没有，没有灵根，没有资源，没有前途，所以我可以慢慢等。契约铃木小辉，战斗胜利，灵能值+1。那是第1点灵能值。小辉，开始训练。去。好。带孔之敏锐，速度极快，可驯化为优秀的战斗伙伴，可进化龙豹，进化条件灵能值200点，加黑曜石1块。当前灵能值7。路还很长，继续训练。
小芒，如果你看到这封信，说明我已经不在了。我活着的时候不能说，因为说了会给你带来危险。现在可以说了。第一件事，你不是没有灵根，你的灵根很特殊，不在这世间已知的任何一种灵根之巅，常规的检测柱测不出来，所以那些人以为你没有。但我知道，因为你的灵根和万年前那个人一模一样，那个被万灵大陆所有宗门联手抹去名字的人，最后的万灵之主。万灵之主，传说中能同时驾驭万种灵物的身影，在万灵大陆与间不详的传说里，那个缔造了灵物与人类和平时代的存在，所有记载被抹去，只留下名字。第二件事，万灵宗不是你的归宿，他们迟早会发现你的秘密，到那时候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控制你，或者毁掉你。所以你必须离开，但不是现在。等你足够强大，等你的伙伴足够强大。什么时候才算足够强大？等你身边至少有一只传说品质的灵物，那就是你可以离开的时候。第三件事，关于灵兽园地下，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在很久很久以前，曾经是万灵之主的道场。这下面藏着一个秘境，入口就在废弃的枯井里。但要打开秘境，需要集齐5种生态位光环：草原、森林、天空、水域、高山，5种光环齐聚，秘境自开。里面有什么我也不知道，但万灵之主不会随便藏一个没用的东西。小木，我一直在等和灵物心意相通的人，等一个愿意为灵物付出真心的人，等了100年，终于等到了你。可惜我看不到你光芒万丈的那一天了。没关系，我知道你会的。小辉，我们走，回园子。集齐5种生态位光环，秘境自开。李牧哥哥，有人找你。谁？一个内门的师姐，好像姓苏。内门姓苏的弟子不多，最有名的那个。苏师姐。林牧，昨天宗门大比，你赢了寒风的岩甲狼。是。你的灵物从灰毛鼠当场进化为灵满。是。据我所知，灵物进化需要长期培养，不可能瞬间完成。你不用担心，我不是来兴师问罪的。事实上，我对你的秘密没有兴趣，我只对你的结果有兴趣。打开看看。这些都是我从各个灵兽铺子里搜索来的没人要的货色。如果你能让他们恢复正常，我可以长期给你供货。供货？对，我出钱购买低阶废品灵兽，你来培养。培养好之后，你我分成。师姐在做什么买卖？是做实验。我一直在研究灵物进化的机制，想找到一种可以普及的培养方法。我实验了上百只灵物，成功率不到1成。直到昨天，我在大比上看到了你的灵鼠当场进化。我知道你身上有秘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机缘，我不多问。但如果你愿意帮我，我可以给你提供稳定的灵物来源。还有，壁虎。壁虎？你不知道吗？昨天你赢了寒风之后，戒律堂有人提议要调查你，理由很可笑，怀疑使用邪法。要不是太上长老没有发话，他们昨天就来抓你了。我不懂，我一个灵根的废物，有什么值得他们紧张的？因为你动了他们的根基。什么根基？灵根天定论，万灵宗历派3000年的根基，就是灵根决定一切。天赋好的，资源多，地位高；天赋差的，一辈子翻不了身。这个体系让上层修士永远占据最好的资源，底层的弟子永远爬不上来。可现在你出现了，一个灵根的废物，把一只灰毛鼠培养的比稀有灵狼还强。如果这种方法是可复制的，你觉得那些靠天赋吃饭的天才们会怎么样？我从来没想过这些，我只是想好好养几只灵兽。所以，你需要一个盟友，因为我们利益一致。为什么是你？我需要你的能力验证我的理论，你需要我的资源帮你更快成长，互利互惠，谁都不欠谁。成交。好。对了，寒风他哥是戒律堂的执事，叫寒月，金丹期巅峰。这几天你小心一点，别让他们抓到把柄。10只废品灵兽全部治愈，所需灵能值50点，当前灵能值0。如果还要做基础进化，需要更多，现在只有7点。
小辉，我们晚上加练。灵能值负15，治愈对象灵鼠乘3，灵雀断翅续接乘2，灵猫骨骼归位乘1。当前灵能值剩余15。怎么样？全都恢复健康了，3天10只全部恢复，你到底怎么做到的？我说我跟他们是朋友，你信吗？朋友，这种话全万灵宗大概只有你一个人说得出来。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我想参加万灵大会。万灵大会？你确定？那是全大陆最强的灵巫师才有资格参加的盛会。参加的人至少得有一只史诗品质的灵物，你现在最强的是什么？小辉，灵妙，稀有品质。你知道稀有到史诗差几个等级吗？知道。那你凭什么觉得自己能参加？苏师姐，3个月前，小辉还是一只灰毛鼠，普通的、最低品质的灰毛鼠。那批货里还有20只废品灵物，明天到。查清楚了吗？回韩师叔，林木确实住在废弃灵兽园，弟子去灵兽园外围查看过，那里现在有10几只灵物，状态都恢复得很好。那条瘸了3年腿的老黄狗现在都能跑了。还有呢？3天前，内门的苏婉清去找过他，之后又送了一批灵物过去。苏婉清，内门精英弟子里出了名的怪腿，整天研究什么灵物进化机制，好几次在内门会议上提议废除灵根天赋评级制度。他跟林木搅在一起，这事就不好办了。那个系统没查出来？没有，林木身上没有灵力波动，也没有使用任何法器或丹药的痕迹。他的灵物进化就像凭空发生的一样。但更让我担心的不是面子问题，是整个万灵宗的根基。如果林木掌握的方法被普及，那灵根还有什么用？天才还有什么优势？我们这些靠天赋爬上来的人，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你去，以涉嫌使用邪法的名义去灵兽园，把林木带回来问话。可是苏师姐那边……我说的是问话，不是定罪。戒律堂请一个外门弟子问话，还需要经过内门同意吗？是。怎么了？林木何在？这些废品灵物怎么看起来这么凶？戒律堂传唤，有人举报你在宗门大比中使用邪法，跟我们走一趟。到了戒律堂，自然会告诉你。快点，别磨叽！我没有犯宗规，戒律堂凭什么带我走？凭什么？师兄，你们再不离开的话，我就没办法保证你们的安全了。你竟敢！我没有合规让姚请出先是听信列令，如果没有，请们离开我的地方。这是废弃灵兽园，按照宗门规定，看守人享有此地的管理权，未经看守人允许，擅闯者视为入侵。对入侵者，伙伴们有自卫权。走。今天表现得很好。捡东西干嘛？戒律堂这次没能带走我，下次呢？韩月是金丹期巅峰，他本人如果亲自来，这些只有稀有品质的灵物根本挡不住，需要更强的伙伴，需要更多灵能值，需要更快的变强速度。当前灵力值15。黑曜石虽然不便宜，但苏婉清应该有渠道能弄到。问题在于灵能值。苏婉清送来的那批灵物
10只治愈完成，总共给了80点，但都用在治愈、批量强化、批量进化，把这个废弃灵兽园变成一座真正的神兽工坊。第一步，先把小灰进化成灵豹，200灵能值加黑曜石。苏婉清继续供货，7天内攒够灵能值。第二步，完善草原。灵老笔记上写了，需要至少5种草原灵物：灵鼠、灵兔、灵雀、灵狼、灵马。已经有灵鼠、灵兔、灵雀，还差灵狼和灵马。苏婉清应该能弄到。第三步，集齐草原生态，解锁草原之主光环。第四步，继续收集森林、空水域、高山。第5步，5种光环齐聚，打开枯井里的秘境。灵树不是工具，它们是活生生的命。你用心对它，它就会用心回报你。晚安，各位。我听说戒律堂的人来找你了，你没事吧？没事。这批礼物有几只看起来像是刚从斗场里退役的，伤痕累累。你要是觉得难，不难。3天后你再来。好。苏师姐，你能帮我找一块黑曜石吗？黑曜石这种矿物不算稀有，但品相好的价格不菲。你要来做什么？净化小灰。林梦要进化了，还差一点。黑曜石我帮你找，不过这次算你欠我一个人情。成交。伙伴们，接下来3天会很忙，大家坚持一下。我知道你们的意思，我们准备好了。所以，你们2个金丹初期的修士，连一个没有灵根的废子都带不回来。回寒师说，他怨任务太多了。那条狗至少有筑基期的战力，那只灵墨速度极快，还有灵雀从空中……够了，我不想听你数数。那个灵资质的废物，什么反应？说什么？他说戒律堂要拿人，得先出示戒律令，还说他没有违反任何一条宗规。一个18岁的外门弃徒，面对2个戒律堂修士，能这么冷静地讲宗门条例？行了，你们下去。林木3个月，6岁入宗，灵根测试为零，当了10年的老役。父亲死后，在宗门里边缘的像一条野狗，不仅没有饿死，他还把那些同样被放弃的废品的灵物一个一个治好。这只说明一件事，他身上有秘密，而且不是小秘密。要不要直接去找太上长老？那个老家伙10年前就开始闭关，连宗门大典都不参加，为了一个废品外门教士去打扰他，得不偿失。我不需要太上长老，我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来人，把这个送到星海学院的刘长老那里。韩师叔，星海学院和我们万灵宗，我让你送，你就送。是，记住，匿名，不要让人知道是我送的。是。星海学院，万灵宗最大的竞争对手，2个宗门为了争夺万灵大陆驻万灵第一学分东西，明争暗斗了100多年。星海学院的长老们一定对灵根却能让灵物进化的秘密非常感兴趣。也只是个没有灵根的万人奇迹，但他能挡住一群人吗？警告：检测到异常能量变动，方位灵兽园方向，建议立即返回。灵力值168，还差32点，继续。警告：检测到异常能量变动，方位灵兽园方向，建议立即返回。小慧，别喝了，我
我们回去，现在。住手！哟，正主回来了。这些人不是戒律堂的，戒律堂再嚣张，也不敢在宗门里公然杀人放火，蒙面持械，下手毫不留情。他们不怕把事情闹大，或者他们根本就不是万灵宗的人。你们是谁？小子，你不用管我们是谁。乖乖把你那让灵物进化的方法交出来，我们拿了就走，不会再伤你园子里这些无辜的东西。有意思，灵梦是吧？昨天确实有人提醒过我们，说你身边有一只稀有品质的。稀有对筑基期还行，我金丹中期，你觉得它能挡住我几刀？你们知道你们在干什么吗？这里是万灵宗。你们在我宗门内袭击外门看守，劫掠灵物，伤及无辜。如果被宗门长老知道，宗门长老，你以为我们来这里是谁默许的？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内部有人巴不得你消失，你不会不知道吧？要不然觉得我们星海学院的人怎么能这么轻松地摸到你们万灵宗后山来？哼，找死！别过来！何必自讨苦吃？把秘密交出来，你还能少受点罪。灵力值168，黑曜石已从苏婉清处获得。当前可选进化路径灵猛灵爆，消耗200灵能值加黑曜石。当前灵能值不足，无法进化。伙伴们，他们在伤害你们的同伴，他们在伤害老黄，他们在抓你们的兄弟姐妹，再把他们塞进笼子。他们在伤害这个园子，他们在伤害你们的家。那么现在告诉他们，这里是谁的地盘？什么？滚开！滚开！这群动手，全都给我！契约灵物小龟及13只灵物正在同时进行高强度战斗，战斗中灵物情绪高度统一，正在持续获得灵能值，灵能值+3，灵能值+2，灵能值+5，灵能值+8。每一只灵物的每一次撕咬，每一次扑击，都在提供新的灵能值，因为他们是在为他而战。当前灵能值202，黑曜石已装备，灵猛到灵爆进化条件已满足，是否确认进化？进化，目标灵爆。灵爆进开始。灵爆，不可能！这分明是稀有品质的灵梦，就算是天才灵物师，至少也要培养3年。别动，都别动！现在我来问，你来答。第一个人
谁告诉你这个地址的？我没什么耐心。是有人给我们送了密信，信里说的废弃灵兽园里藏着一个能让灵物进化的秘密，就派我们过来。长老？哪个长老？刘长老，西湖学院外门执事刘存义。密信谁写的？不知道，信上没有署名。3天后子时，信还在吗？在我怀里。戒律堂的专用谕旨，这就够了，不需要知道具体是谁，知道来自戒律堂就已经足够。听着，我不杀你，但你要帮我做件事。密信是万灵宗戒律堂的韩月写的，让他要找人麻烦，找对人。韩月，万灵宗那个戒律执事，他为什么要？那是他的事，你只管把话带到。另外，告诉他，这些灵物的伤我都记着，总有一天我会去星海学院讨回来。我一定带到。检测到契约灵物老黄严重外伤，失血过多，治愈消耗灵能值20点，当前灵能值2。伙伴们，帮我！丁，契约灵物灵爆，自愿奉献灵能，灵能值+5。丁，契约灵物灵雀，自愿奉献灵能，灵能值+3。丁，契约灵物灵鼠，自愿奉献灵能，灵能值+2。丁，检测到契约灵物之间产生强烈的羁绊共鸣，当前状态羁绊共鸣初阶，效果所有灵物共享灵能池，羁绊灵能值自然恢复速度加200%，灵能值共享池当前余额42。丁柔性20，当前共将剩余22。老黄治愈愈开始。铃木哥哥，我害怕。不怕了，以后谁也不能欺负我们。我听说昨晚，那是小辉，你把它进化成灵豹了。什么时候？昨晚。林木。你知道从灵猛进化成灵豹，普通灵物是要多久吗？多久？至少3年。天赋好的，一辈子都进化不了。你用了多久？大概从大比算起，7天吧。韩月干的。你确定？这事不能这么算了。我知道，但不是现在。我现在打不过他，我需要时间，3个月。3个月后，我会让他付出代价。好，这3个月你要什么我给什么，灵物、矿石、药材，你尽管开口。苏师姐，你为什么这么帮我？因为我想证明一件事。什么事？废品不是废品，只是位置放错了。苏师姐，你知道吗？林老也说过差不多的话。3个月，还差3个，从那天起我不能等。林木，这批是我从北边的黑森林里弄到的。里面有2只小琳琅，
母狼被猎兽者杀了，这2只崽子断奶才2天，瘦得皮包骨头。还有这个草原灵马，也是被猎兽者伤了的，后腿骨折，跑不了，被原主人当废品卖掉的。灵属小灰已进化为灵豹、灵兔，3只治愈完成的灵耳兔，灵雀2只治愈完成的风雨雀，灵狼2只幼崽刚到位，灵马1匹骨折的成年灵马刚到位。5种齐全。苏师姐，我能不能再要一批灵物？要什么？不止治疗他们，我想试试做一件没人做过的事。行，要什么品类的？草原生态的所有灵物，灵鼠、灵兔、灵雀、灵狼、灵马，每一种都要。什么时候要？越早越好。草原生态位已记录灵物灵鼠、灵兔、灵雀、灵狼、灵马图鉴完成度5/5，是否激活生态位光环？激活。丁，草原生态位光环激活。检测到宿主体内无灵根，无法直接接收光环效果，正在寻找替代方案。替代方案已找到。光环效果将通过宿主与灵物的羁绊关系进行映射，生效方式：宿主获得的光环增益等同于图鉴中所有草原灵物对宿主羁绊值的平均值。光环加成，所有草原灵物战力加30%，速度加20%，耐力加15%，在草原地形时效果翻倍。宿主通过羁绊映射获得，速度加10%。当前羁绊值偏低，增益有上限。检测到所有草原灵物对宿主平均羁绊值87、100，宿主获得灵力极刑，速度加25%。那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就像有一股力量从每一只灵物的身体里流出，汇集到我身上。不是灵力，我从来没有过灵力，但那股力量比灵力更温暖、更踏实，像无数只无形的手在拖着我的身体。铃木哥哥，刚才你是不是飞了？没有飞，可是我看见你飞了。可能快了。当前灵能值22点。当前生态位草原生态已激活，下一生态位目标天空生态。天空生态位所需灵物：疾风鹰、云中隼、金羽雕、天马。不着急，现在有一条更清晰的路了。草原生态位的光环只是一个开始，还有森林、天空、水域、高山5种光环全部集齐的时候，枯井里的秘境就会打开。那是灵老留给我的万灵之主的遗产。小辉，你和小辉羽配合，我扔石子，你负责拦截地面，小辉羽负责拦截空中。灵豹获得新技能协同狩猎，灵豹与风雨雀的协同效率提升至75%。灵兽园，2月变化速览。但我知道，这只是开始。关于万灵之主的传说，补充：开启条件，5种生态位光环集聚。还差3个。森林、水域、高山。铃木，不好了！万灵大会的初选通知，宗门决定，今年的参赛人选由各峰长老推荐，外门弟子如果要参加，必须先通过内门考核，获得精英弟子资格。你的名字被戒律堂从推荐名单上划掉了。韩月干的。不只是韩月，划掉你的名字，需要至少3位长老联名签字。韩月只是戒律堂的一个执事，他一个人做不到。还有谁？推荐名单的审核权在刘长老手里，刘存忠，内门管事长老，韩月的师傅。所以戒律堂和管事堂联手了。对，他们的理由很可笑，灵灵根者无资格代表万灵宗参加万灵大会，但根据宗门条例，
任何一个外门弟子都有权参加初选，只要通过考核就可以获得资格。他们划掉你的名字是违规的。有证据吗？没有，他们是口头划掉的，没有留下任何书面记录。我去找过太上长老，但太上长老10年前就闭关了，根本不见人。苏师姐，万灵大会，我一定要参加。不是以万灵宗的名义，只以我自己的名义。你的意思是？万灵山庄还有2个月，万灵大会的正式报名才截止。2个月，足够我建立一个全新的势力——万灵山庄，以独立势力的身份报名参加万灵大会。你知道吗？你这个人最可怕的地方在于，你说出这种话的时候，我居然真的相信你能做到。行，我这个内门精英就再干一件出格的事，帮你一起建这个万灵山庄。需要我做什么？帮我找一个地方，不用太大，但要在万灵大会的管辖范围之外，还要帮我找一个人。谁？一个能帮我们挡在前面的。小木，你怎么来了？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忍一忍，马上就好。占伯，我想离开宗门，另立门户，我需要一个能帮我打理内外的人。你爹当年也说过，你迟早会离开这里。走吧，老陈在宗门干了40年，也该换个地方了。地方找到了，这里青石谷，原本是一个小型宗门的旧址，那宗门20年前迁走了，留下一片空置的建筑群。谷里有水源，周边是丘陵和草原，非常适合灵物放养。价格不贵，2000灵石，我已经替你垫付了。青石谷，那就是万灵山庄的起点了。2个月建立万灵山庄，获得万灵大会资格。行了，别回头，回头就不酷了。铃木哥哥，我们要去哪儿？青石谷那里有灵兽吗？有，会有很多。撤！算投资，利滚利。3个生态位，每一种都需要5类灵物，而且都是中高品质，不是灵鼠、灵兔这种随手就能买到的低阶货象。其中一些品种只有在特定的禁地才能找到。阁下就是这万灵山庄的庄主？是我，有什么事？我叫周烈虎，
这些都是我的兄弟，在明月峡一带混饭吃的猎兽者。我们听说这里开了个新庄子，专门收废品灵物。一开始以为是笑话，这年头谁会收没人要的货色？看来传言不假。这是我在明月峡外围捡到的，母鹤被妖兽咬死了，这小崽子躲在石头缝里才逃过一劫。我带回去养了3个月，腿还是瘸的，也不吃东西，眼看就要不行了。听说你这里收废品灵物，这小崽子你收不收？检测到灵物：灵猛幼崽，营养不良，左前腿骨折，旧伤未愈，可进化路径：灵猛、灵豹、灵虎。收了。真的收？真的。不要钱？不要钱，但有条件。以后你在外面猎兽的时候，遇到没人要的灵物幼种，不要杀，送过来，不管伤得多重，品质多差，我都收。行，就冲你这句话，以后明月峡一带的猎兽者，没人会动你的庄子。等等，前辈说的明月旗在哪里？青石谷往北20里，过了那片乱石林就是。那是我们猎兽的猎场，里面的灵物多，但也凶得很。森林里头有好几只史诗品质的野生灵兽，我们只敢在外域转，不敢深入。前辈在明月峡外围猎兽的时候，有没有见过铁背苍狼？你问这个干什么？那可是稀有品质的灵兽，凶残得很，一口能咬碎筑基期的护体灵罩。我们猎兽队遇上它，都得绕道走。见没见过？见过，上个月在林子里碰到过一次，差点折了2个人。在什么位置？明月峡深处那片黑松林。喂，你不是想……谢前辈。这个人是不是有点疯？不是被灵兽咬伤的，是刀伤。哟，有人捷足先登了，看起来是个连修为都没有的废物。这把短刀杀过3头铁背苍狼，这头是第4头。本来想活捉的，结果这畜生拼死反抗，只好给他一刀。现在好了，皮毛破了，品相坏了，带回去也不值钱了，白白浪费一上午。哦，你这只灵豹倒是不错，暗银色的皮毛，黑曜石纹路，这品相至少值3000灵石。喂，没有修为的废物，把你这只灵豹卖给我，我给你100灵石。这只苍狼，你们还要不要？不要了，废品。那我就带走了。你带走？你是个什么东西？我们打伤的猎物，轮得到你？啊！怎么回事？啊！检测到野生灵物铁背苍狼稀有品质，治愈消耗灵能值50点，当前灵能值共享值387，是否治愈？治愈。低灵能值负50，当前剩余337。别怕，我不伤害你。检测到羁绊初步建立，铁背苍狼不建议记录，森林生态位1/5，死后苍狼。我当是谁呢？你就是那个万灵宗的弃徒林木，能让灵物进化的那个废物。废物！别急，苏家令牌，你是苏家的人？不是，但苏家欠我一个人情，你如果想动手，可以试试。走。
走了，带他回家。星海学院的人也在猎取森林灵物，那就意味着明月虾是公共猎场，谁都能去。你今天能救一只被苍狼，但下次呢？他们会回杀更多。这件事不只是救一只狼的问题了，你打算怎么办？周烈虎说，明月峡里不止一只铁背苍狼，有一个完整的族群。喏，新来的，开饭。所以你现在有第一只森林生态位的灵物了。这只是开始，明月峡里还有更多，他能带我找到他们。跟我走，我有地方给你们住，有吃的，有药，你们的伤我都能治好。你们不用臣服于我，但我会让你们变得更强。检测到野生灵物族群，铁背苍狼族群，稀有品质呈14，是否全部建立羁绊？是。羁绊建立需要共享灵能值300点，当前灵能值共享值337。铁背苍狼族群已全部建立羁绊。森林生态位所需灵物：铁背苍狼1/5，当前进度14%，超额完成。森林生态位5天之内从1头变成了12头。再这么下去，我们的灵骨不够吃了。那就多开几亩田。还差水域和高山，苏师姐和高山还什么？水域还差碧水灵龟、青灵水蚺，高山差雪羽鹰、冰精灵蝶，这2样不好找。碧水灵龟在寒潭深处，猎兽者都嫌麻烦，不愿意去；青灵水蚺更麻烦，2期灵物，水陆2期，攻击性强，普通猎兽队不敢碰。至于雪羽鹰和冰精灵蝶，这2种灵物只在北境有，北境离这里至少1个月路程，而且那边是星海学院的势力范围。我知道了，万灵大会还有多久？3个月。够了。小木，这位是王铁山，我以前在杂物堂认识的，铁匠出身，金丹初期修为，能打灵气。听说咱们建了山庄，愿意过来帮忙。听说你们这儿收留没人要的灵物，我寻思着我也算没人要的，在旧主那儿待了20年，被新来的管事开了。我不要工钱，管饭就行。欢迎。我叫柳青罗，是一个小医药宗门的弟子，宗门被妖兽攻破了，师父让所有弟子分逃亡，我一路逃到这里，实在撑不住了。我会医术，能炼丹，能治伤，让我留下来吧。
还差2个，水域、高山。3个月，从一片荒地发展到这个规模，只用了3个月。口碑，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如果只是一个人变强，再强也有限；但如果在变强的同时还在收买人心，那就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一群人的问题。万灵宗是万灵大陆上的顶级宗门，这句话的分量等同于宣告。不是不想做，是不敢做。万灵宗放了话，我们这些跑江湖的哪敢得罪？ 3天之内，3家供应商同时断了合作，5家猎兽队退了定金，压力像潮水一样涌向青石谷。打扰你冬眠了，我在青石谷建了一个庄子，里面有一个池塘。 水比这里暖和，冬天不会结冰。你需要一个不被打扰的地方，我需要一个能在水里说话的伙伴。我不抓你，我只是告诉你，那里有空位。水域生态位1/5，碧水灵龟。 别动，他在判断。检测到灵物清灵水然，稀有品质，成人体，状态野生，警惕，但对宿主产生好奇，可建立羁绊，是否尝试？是。水域5缺3，高山5缺4，北京必须去了。 这里很适合你。检测到灵物盘潭灵鱼精英品质，水域生态位进度更新3/5。检测到灵物水月灵娃精英品质，水域生态位进度更新4/5。还差一种。 流云水马，要不要再建一个分谷？不建墙，只立一块牌子，跟谷口那块一样的牌子，不收钱，不分品质，伤了就治，治好了想走就走，想留就留。这哪里是分谷，这是给灵物建了个收容站。就是收容站，青石谷是家，全民谷是客栈，他们住哪个住哪个。 北京离这里至少1个月路程，商路会经过星海学院的地盘，不是外围，是核心控制区。你上次在黑松林放走的那个拿短刀的人叫刘玉成，是星海学院外门首席。他回去之后到处说万灵宗的弃除在明月峡偷猎，星海学院内部对你的印象已经差到了极点。能绕吗？绕不了，商路只有一条，必经星海城，除非你愿意翻西边的断魂山脉，没人翻过，翻过的人都没回来。走商路，背下来。星海学院内门以上所有已知修士的名单，修为灵体章品类战斗风格。王铁山打听到的不一定全，但该有的都有。 欠我一个人情，结账。
爷爷教的，出远门要系红绳，能保平安。1个月赶路，光环切换空白期压缩到半息以内，3个光环叠加，金丹期碾压，元婴期有1战之力，化神期以上只能跑。水域还差1种，流云水马，高山5缺4。如果都能找到流云水马激活水域光环，4个光环叠加至少能在化神期面前自保。陈伯如果在，灵能值负5返还加3，一定会说我亏了。但林老说过，灵物不是工具，是活生生的命，他们不一定现在就回报，也许在某个我不知道的时刻，以我想不到的方式，这就够了。入证令分3种：蓝色，星红学院弟子专用；红色，商队的通行证；灰色，临时签发。灰色令在城里有担保人，或就少纳100押金，100我没有。但灰色令的检查最松，只看令不看脸，因为灰色令是消耗品，入了城就作废，没人会在上面花太多心思。令是真的，但商队随从跟独行少年的形象不太匹配。入城。是。跟我的车队一起进，别说话，别惹事儿。谢谢。过。4条主街，城中心是星海学院分县，北门出去就是雪域高原，南门通中原，东门抗山，猎兽者和散修的聚集区，西门是商路。铁背苍狼王太大只太显眼，带不进来，留在城外。目前可用战力灵报进城目的，找到流云水马、雪羽鹰、眼角羚羊。雪域秘境，苏婉清说过，雪域秘境深处栖息着一种极其罕见的冰精灵蝶变种，通体透明，翅膀上凝结着冰蓝色纹路。整个北境，这种变种只在雪域秘境里有记录。如果拿到分赛期第1名，你就是那个万灵宗的弃徒。刘玉成说的错，真是一点修为都没有。没有修为的人来北境城做什么？哑巴。我叫刘玉坤，刘玉成是我弟弟。他说你在明月峡偷猎我们盯上的苍狼，还拿假苏家令牌，我哥心眼小，我可这人大度。万灵大会北境分赛区，你最好报名，到时候在擂台上光明正大的打一场，省得别人说我们星海学院欺负一个没有修为的废物。当然，如果你不敢报名也没关系，反正废物不敢上台，大家都能理解。不是时候，报名是3天后，擂台上动手，名正言顺；擂台下动手，会被赶出北京城。明天我们去雪域高原，不是打擂台，先把流云水马、雪鹰眼角羚羊找到，生态位解锁之后再回来收拾他们。4种光环，自保；5种光环，反击。雪羽鹰，高空视野，远程预警，跟天空生态位的风雨雀不一样。风雨雀是近景侦察，雪羽鹰能从云端俯瞰整片山脉。要弄到手，必须先解决一个问题：巢住在崖壁最陡峭的那段，离地面至少2000丈，没有任何接力点。王铁山的情报说，雪羽鹰极重情义，若能在崖壁上证明没有恶意，他便不会攻击接近者。证明需要2件事：徒手攀上2000丈冰崖，在他注视下保持完全静止，至少1炷香。在这种温度下，手指在同一个位置停留超过半刻钟就会冻僵，必须不断移动，不断调整。我没事。鹰，雪羽鹰羁绊建立，高山生态位1/5，雪羽鹰。
高山生态位2%，石甲灵犀。高山生态位3%，岩角羚羊。高山生态位，1天之内5得其3。水域生态位5%，比奇贝。水域生态位光环激活。如果之前我在水里像一块勉强不沉下去的石头，现在像一条鱼，直插高山。明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姓名：林木。林木，听说没有那个企图，他来北京做什么？检测灵物。明日4时，中心擂台迟到，视为期权。多谢，先把前刘玉成兄弟的那笔账算清楚，然后拿下第1名，进入雪域秘境，找到冰精灵蝶，高山生态位5得去5。分赛区第1轮开始。一击解决了铁甲犀牛。那是灵豹什么品质？稀有不对，稀有不可能一击破铁甲。是始货品质。林木胜。林木胜。冰甲太厚，正面破不了，绕后打西湾。林木胜。铁甲犀牛1击，烈焰狮1击，冰霜巨猿还是1击。史诗品质的灵猫，没有灵力却能驾驭史诗灵物的主人，这人到底什么来头？那个废物怎么可能有史诗品质？明天是半决赛，后天决赛。秘境门票在决赛之后发放。高山生态位还差2种，秘境里有冰精灵蝶，拿到门票就能进去找。陵园雪羽鹰说雪域深处有他的踪迹。擂台打完去。规则没有禁止参赛者亲自出手，只要灵物在场即可。这个擂台上，林木本人是所有参赛者中最脆弱的环节，没有灵力，没有修为，一拳就能解决。林木胜。我哥和你的灵豹都是稀有品质的生物，你的灵豹靠着速度赢了他。但你知道我的灵虎是什么品质吗？稀有巅峰，他喝过真龙血。你以为速度能解决一切？附体！
没有用全力，你一直在等。北境分赛区决赛，林木上。高山生态位的最后一块拼图就在里面。检测到灵木冰晶灵蝶变种，传说品质幼体状态刚从蛹中羽化，正在样式。你刚出来，翅膀还没干透。冰精灵蝶族群正在评估你的气息。高山生态位4%冰精灵蝶变种。忍一忍，高山生态位5%，高山陵园，高山生态位光环激活。不是终点，是钥匙。5种光环齐聚，侵蚀过枯井里的秘境，可以打开了。该回家了。我见过万灵宗的内门长老出行，也没这么大排场。先来后到，懂不懂？都别吵！不懂，我已经排了3天了。你走的时候说去北京凑几个灵物，现在你带回来一支军队。万灵山庄收灵物不收钱，这个规矩不打算改。但你们想留下的话，需要守3条规矩：第一，不能伤害谷里的任何一只灵物，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第二，想走的随时走，不拦；想留的用心留，不混。第三，如果有一天有人来砸谷口的这块牌子，你们得跟我一起守。砸牌子？谁会砸？万灵宗、星海学院或者更厉害，我不敢保证没有那一天，所以你们想清楚再进来。我这条命是猎兽场上捡回来的，以后就住这儿了。现在你这里已经不像收容站了，那就像个家吧。5种光环齐聚，秘境自开。检测到传承遗物万灵之种。万灵之主陨落前以毕生心血凝聚的传承核心，作用吸收后，主将获得万灵之主完整传承。万灵之心。万灵之心大幅度提升宿主与所有灵物的羁绊效率，解锁未知的进化路径。传人你好，我叫秦牧，最后一代万灵之主。如果你看到这封信，说明你已经集齐了5种生态位光环，也说明你跟我一样是个没有灵根的人。不是没有灵根，是万灵根，能跟所有灵物建立羁绊的灵根。可惜1万年前没有人信，他们说你没有灵根，但你能让灵物变强，他们说你是废物，但你的灵物会证明谁才是废物。我等你等了1万年，这枚万灵之种拿去吧。外面那扇门打开的时候，世外天的禁区应该已经察觉到你的存在了。不要怕，那里的人当年联手围搞我，我死了，但我的灵物们活着，替我照顾好他们。还有，万灵之主的使命不是统御万物，而是让万物心甘情愿地跟你并肩作战。你在废弃灵兽园做的那些事，我都看到了。你是比我更好的万灵之主。
万灵之心已传承。铃木哥哥，发生什么啦？没事，只是有人等了我10000年。你打开枯井的那天，我们都感觉到了。3个月后，天渊台世外天10大禁区的代表会亲自来见你。你可以不来，但如果你不来，我们会去青石谷找你。世外天10大禁地，每一个都有超过10000年的底蕴。当年他们联手围剿了上一任万灵之主。我知道。所以呢？不要怕。苏家是万灵大陆排名前3的商业世家，关于世外天的情报，只有这一句话。你不急？急没用。3个月后，世外天的人会来找我，不是来喝茶的。上一任万灵之主死在他们的围剿之下，这一次我不想让任何人替我死，我需要你们帮我，不是帮我，是帮我把万灵山庄变得更强。多强才算够？第一，所有现有灵物全部进化到当前阶段的上限。灵能值不够就去后山训练，丹药不够柳青罗加班练，灵气不够往铁山加班打。第二，5位分谷主每人负责1个生态位，把现有的灵物扩称到至少100只，缺什么品类我去弄。第三，庄主本人需要在这3个月内尽可能多解锁新技能，万灵之心传承下来的东西，你必须全部吃透。灵气的事交给我，3个月我能给每只战斗灵物配1套护甲。灵神丹、回灵散、续骨膏，常用的战斗丹药，至少各备药材我去山里采。我认识几个猎兽队，都是靠得住的兄弟，要扩充灵物，他们能帮忙在外围搜罗，不要钱，以后谷里给他们留个位置就行。钱够，人够不够，得看你自己。谢谢。矫情。和珅，下一批铁背苍狼族群护喉甲，只护喉咙和侧腹，其他地方全留出来，不影响行动。试费了10几套，终于找到了。回灵丹对普通修士没用，他们没有灵物来说，1颗就能让力竭的灵豹在10息之内重新站起来。副作用是药效过了会很饿，非常饿，你得给他们多备点吃的。好，再来。让灵物管灵物，是我这辈子见过最离耻物。但我闭嘴了。失败了就换个思路，再失败就翻笔记，翻完再试。羁绊共鸣。万灵合一，宗主与灵物的力量完全融合，变身后战力取决于羁绊深度，羁绊越深，持续时间越长，战力越强。在那里谈判，没有退路，也没有掩体，那不是谈判的地方，那不是谈判的地方，是摆阵的地方。
我需要一套能在灵能值见底时备用应急的东西。这玩意儿比给雪羽鹰打爪套还难。上一任万灵之主死在我们围剿之下，你不会是第二个。他来了，不是代表，是麦主本人。当年联手围剿上一任万灵之主的人。你比上一任万灵之主更让我们忌惮，他独来独往，而你身后站着一整支军队。我是来谈判的，谈判需要筹码，我的筹码就是他们。你觉得你身后这群能挡得住我们10个？现在，你们觉得挡得住吗？你知道为什么当年我们要围剿秦牧吗？不是因为他太弱，是因为他太强。一个没有灵根的人，靠着自己的力量建立一个灵物与人类平起平坐的时代。那些高高在上的人害怕了。1万年过去，他的人很多都已经不在了。当初活下来的，也未必都想跟你动手。世外天10大禁地不是铁板一块，我们收到了你的信。我没有写过任何信。苏婉清，你说要谈判，总不能空手来。做生意嘛，提前铺路是基本操作。3个月，帮你要了7个禁区的谈判意向书，剩下3个你自己谈。1万年前，秦牧犯了所有人的忌讳，他要废除灵根天赋制度，让灵物不再被契约奴役。那时候的世外天，靠的就是灵根天赋体系维持统治。所以不是今天这一战能不能赢的问题，是根本不需要打。不过，有一个人不同意。谁？洪天，世外天最深处的那位。1万年前，就是他主导了那场围剿。他不会容忍第2个万灵之主的出现。而洪天这几些年一直在跟一种来自天外的力量作揖，那种力量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东西，超脱于玄黄之上，那才是真正。你说的那种力量叫什么？没有名字。世外天的人叫他源头彼岸。洪天也好，源头彼岸也好，如果有人要打破这个世界的平衡，万灵山庄不会躲。但今天世外天10大禁区，同意跟万灵山庄结盟的有几个？7个，剩下3个。你说话的时候也已经在犹豫了。那就从今天开始。万年前秦牧陨落，万灵之道沉寂。今日万灵再现，这一次不会再让它断了。走吧，回家。这是门面，不能寒碜。下次来的时候带2斤明月祥的松子，灵豹想吃。这是万灵山庄的门铃，以后有来会替我先打招呼。听说这里收没人要的灵力物，也收人，是吗？是。别怕，这里没有人会嫌弃你。